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明治温泉。这个温度怎么53？我靠，好烫！Steaming down the line to Birmingham. 生日快乐！这样迟钝好像是假。我是 Amber，嗨，我是 Alan， 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新温泉，新温泉！还有新温泉， 2025年的冬天了，我们频道都做了快6年了。竟然6年了，6年了，6年了，还有新的温泉冒出来，而且 Brand new 简单就到。今天还带了没什么在户外的朋友，今天第一次穿绕野孩的团购溯溪鞋出门，好穿，那你根本就没试过，在那边讲。顺便帮你征友一下，征友中。哦，征友3人组。好啦，明治温泉就是古关温泉啊，但是它以前叫明治温泉，对，然后可能有好几十年没有都在冒出来了，并不是说这好几十年间都没有出来了，是出来都很小，但是今年变大了，两体，好开心哦！今天一起床看手机19度，就是泡温泉的好日子。再加上没有太阳，这就是泡汤最好的时机。然后它为什么叫明治温泉呢？然后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？我们等一下边走边讲。我们车停好了，然后过来走这个康庄大道，溪就在旁边喽。哇，好开心哦！30秒就到溪床喽，往北继续走，走在这里很清幽，蛮爽的。但旁边就是溪水，好疗愈哦。11月就有温泉可以泡，其实挺好的。然后这边水流又稳定，那温泉就在前面。其实下车我看哦，差不多10分钟内就到了。这以前不知道哪个单位的温泉池掉在这里，对啊，它里面还有贴瓷砖跟石柱哎。啊，还有一圈可以坐在旁边，哇，那水分出来蛮大的。过桥喽，右边这里，要是夏天来的话，应该很棒哦。但好像会不小心被吸进去。夏天来水会太大。这个人只要看到石头跟水，一定会做这件事情。哎呦呦呦！这趟旅行这样子会被我们完成10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要走了哦。好，来最后一个。Nice， 有入好球带。动作一大堆。耶耶耶耶耶！没想到转个弯过来，真的，这次是真的转个弯就到了。你很棒哎！太适合我了。耶！赞赞赞赞赞赞赞！现在 Aaron 要讲故事了，我们稍作休息。我们今天来的明治温泉是100多年前的名字啊，其实就是现在的古关啊。古关大家就知道了吧？台中很有名的温泉古关哦。那我们如果上一些官方的旅游资讯网站啊，或者是一些在地的旅游网，它都写得很简单，就是1907年，100多年前嘛。好，1907年的时候发现这边就叫明治温泉。没遗迹。可是到底是谁发现的？怎么发现的就没有讲。好，所以官方就蛮偷懒的是吗？哦，好啊，关于这个发现，它的故事其实是有考据的。我们尊敬的温泉前辈小博前辈啊，有出了一本书啊，放在旁边啊，出了一本书，还有他自己的部落格，其实都有写到他以前在翻一些文献跟历史资料的时候，是可以找到依据，他为什么叫明治温泉的啊。1907年那个时候呢，日本人还在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讲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吗？因为他们现在不在了。对，你讲日治时期哈，就有一些人会不开心，然后讲日据时期，也有一些人不开心。那为了让大家听得懂又不会不开心，我们就讲日本人还在的时候。日本人还在台的时候，对，古关啊，那以前这里叫东市，东市这边呢，他们觉得是这个很多凶猛的泰雅族人在这里。好，东市那边的警察局啊，东市的支厅长本乡余一郎跟他的几个那个警部的同事啊，在这个巡视白冷这一带，白冷就是古关在前面白冷这一带的时候呢，巡视中的余一郎。こんにちは。日本人啊。私は日本人です。OK， 我听不你讲啥？你以为只有你们日本有温泉吗？我跟你讲，阮遐头前有一群，熱い。熱い。浸落去。哦，気持ちいい。気持ちいい。いいね。わかる。我帶你去行。
好，回来。哎，我觉得这故事听到这边会有点危险，感觉这个是有蹊跷，怎么会对日本人这么好？对，所以呢，支厅长呢真的发现温泉了，然后回来以后，他就觉得说，原住民族泰雅族人怎么会 friendly 带我们去看温泉，然后我又安全的回来了，怎么得鸡？这一定是当时明治天皇的英明啊！不如我就把这个温泉叫做明治温泉哦。这样对，可是发现并不等于要开发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路当时都没有啊，很难啊，所以一直放着，到10年后，1917年的时候呢，才有说哦，我们决定要建设了。可是就像现在的这个工程进度一样哈，说要建设到实际建设完，一直到了1928，又过了11年，才说哎，我们终于要盖了一个明治温泉的浴室。那这个浴室呢，它写宽12间，间呢就是当时日本在计算长度的单位哦，大概日本这叫尺冠法，一间大概是6尺，一尺就是30.3公分，一间就是1.818，大概一个180的人的身高。那12间呢，大概是21公尺多，其实很大就是2个大教室啦。那长度是4间大概就是7米多。这个是建筑物，那里面呢又分男汤、女汤，一个池子是5尺，50。宽5尺，长9尺，5尺的话就150公分嘛，9尺是270，4平方公尺左右，4平方公尺换算成平大概1.2多平。哦，为什么算那么快呢？因为我在家里算完了，1点多平的池子，大概可以塞6个人吧，很多差不多。同时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可以有50个人，大家轮流洗澡这样泡，感觉这里当时蛮 chill 的哈。哦，但是蛮多人的感觉。但是这个1928年盖的这个温泉浴室啊，当时呢，你如果没有一点位阶人是没办法到的。又过了10几年，到1940年才开始开放给大众来。从1907到一般人能够到这个明治温泉泡，已经过了好多年了。开放观光没多久，1945年日本人就离开了，这里就变成古关了啊。所以以前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。光复以后，不可能再用明治这个名字嘛，就把它改成古关啊。所以现在呢，很多人来古关这里玩呢，有没有印象？有一条整理得很漂亮的老街，旁边有日式的灯笼，还有一个钟可以敲。那个老街叫什么名字？明治温泉老街就是这样来的，串起来了。故事讲好久，这部片一定时间已经够了，还没泡温泉就讲很多。简单的地方配合故事告诉大家，机子会不会过热啊？讲那么久。刚刚演了一个小短剧，我演于一郎，然后我一直觉得，我今天的声音真的是好中性，好 man 哦。巡视中，请问你说什么？我有学中文。onsen 日本一番文爪。因为我才刚去完马祖，生了一个感冒，然后现在这个变声中，但是呢，这种感冒即将要好的时候，要再给它吹下去，要等到它100%好，才不会留后遗症。今天来泡温泉真的是太棒了！2002年，台湾温泉水资源之利用及开发，这个经济部水利署的调查资料，这个古关这里呢，其实就有3个路头哦。那我现在站的地方，我会标在影片下方。第一个点叫神居谷 K1， 第二个点叫神居谷 K2， 然后接下来就是古关。我们常听的古关，今年冒出来这个就是当时 K2 的那个点 ，K1 在对面可以看到有一些温泉景的设施，应该就是当时抽 K1 的地方。那今年在西边冒出来的就 K2， 然后我们一般泡汤的就是这个第3个点古关这样子。今年冒出来这里呢，应该可以叫它神居谷温泉呐。网络上拍神居谷的人非常少，大概就只有伟大的前辈山野书生曾经拍过神居谷，可是他那年来的时候全况不是很好，今年应该不错。现在在这个神居谷 K2 的地方，让我去对面看一下。过个水，蛮深的，感觉不太有机会有热水。这很有可能就是以前的那个神居谷 K1 温泉井吧，有可能吧，一根这样子插了。对，这有一个以前的一个这什么温泉长甬道吗？就长这样。那这一侧的西边呢，左岸这里，左岸就是河流往下流的左边叫左岸，左岸这边没有看到有热水冒出来，就是天然路头，我是没发现。听说这3个点都是有天然的路头出现的，不过在921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变化。神居谷啊，刚刚讲这个 K1、K2， 好像921以后就很少有听说有野溪温泉的发现，而且也很刚好当做我今年的第1个温泉影片。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啊，说不定它不是第1个上的温泉影片。
哦耶，看到池子了。这里目前大概有3池。哦，多少？很烫哇！这里有53。哇，53！我靠，这个会熟哦。哎，这个没办法直接泡下去。这池是冰的。这池是冰的，那边还有一池，那一池感觉好像更烫。啊，吵着它要牙痛牙。哦，牙痛牙。哎，这个还好，49.7。哦，这都在冒烟哦，快烫死了！我的脚好烫，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烫哦。它这个表面会有一个50度的水幕上，太危险了。可是下面是好烫。现在打算加工一下这个池子，把冷水挡一下。你这一块很适合打水漂哎。这个这么大。好像那么。麦克诺，野溪温泉诺体验。下去。第一句话很烫。自由。第二句话啊自由。赞哦。名字很烫哦。这也太冷了啊！哦，怎么突然？要忍耐，你懂什么是忍耐吗？哦，女生女高音呢？哦，好烫我觉得那个抽水可以改这边，这个点是最烫的，这个点是最烫的。刚好遇到一些人可以抽水给我帆布，你看这样，哦，这可以耶，这比刚刚的好很多吗？这可以。你有看到人家拍片这样泡汤的吗？哎，很棒哎，这个温度怎么抽上来刚刚好啊？对啊，完全不用调哎，而且是很够，这个大概哦，这个要42了哦，这个要42了。那个。OK， 差不多43啦，要喷出来这样43、44还可以。下礼拜是 Amber 生日，然后他下礼拜要去爬山，所以提前帮他过生日。虽然现在就是好同事嘛，还是要帮我的好同事、好朋友庆个生。他这样迟钝好像是假的一样，他在忙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没有见面，我没有爬。哇，谢谢！这是我今年第一个蛋糕。我刚才打开很心里想说，哎，别打好，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，荷包满满，然后一起享受户外生活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两个工作上顺利，然后生活上也非常的圆满，圆满快。好嘞，对，生日快乐！耶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哎，爸生日快乐！有没有大家身体健康。耶！拍照吗？嘿，今天野溪温泉大成功。大成功，我们还是一样要有庆功宴。然后我们刚刚摸黑出来，所以都没有办法拍回来的那个画面。然后我们的庆功宴就是有奶昔大哥陪我们去麦当劳，好可爱哟、在比较偏远的地方都不用排队，你知道这好像在市区要排很长，而且有限店，不是每间都有。好了，那就是今年2025就是用这个温泉，这叫什么温泉呢？明治温泉也是神居谷温泉啊，开启2025冬天的温泉季。开了。今年就继续看我们拍多少温泉喽。小区见，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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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拜拜，下一支影片见，拜。拜。